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中美的 AI 之战。我们都知道，川普推了一个星际之门，但是中国习近平完全不认输。他说：“你有的我也要，甚至我要做的比你更好。”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你看，《金融时报》他特别报道这件事情，他说习近平他真的要搞一个中国版的星际之门。这件事情是真的。你看到这几张的卫星图，从这个地方，这是长江的一处760英亩的一个地方，原本只是农田，结果没有想到它的卫星照，它已经完全厂区厂房路都盖了出来，这已经变成一个资料中心，代表习近平的星际之门梦，他是玩真的，他真的是要跟美国来做抗衡。这样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问题点就出在这。他真的能够做出来吗？为什么？你看到了今天的热搜榜上出现一个人的名字，是浙大教授被留置，他的持股市值31亿。大家想说浙大教授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没有，关联可大了。这个浙大教授可是臻雷科技的董事长，臻雷是中国国产 AI 晶片、半导体晶片非常重要的一间公司，甚至93阅兵里面的相关的武器。也跟这一间臻雷公司是有关系的。当他今天被留置之后，全部中国的股民都傻眼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你习近平推出的星际之门之梦，你现在做越多，你越惨吗？当今天被逮的时候，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 AI 晶片根本做不出来吗？所以，世聪，我们一路看下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一直在拼，一直在干，一直在做。但是我刚刚提到星际之门，习近平。他是玩真的，他真的要搞一个中国版的星际之门来跟美国抗衡的。没错，在未来 AI 抗战里面来说的话，事实上美国目前为止在算力啦、演算法啦、晶片各方面都领先。那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就知道，你有这个星际之门，我也要搞一个我们中国版的星际之门 China 的这个 Stargate 哈。那它怎么弄呢？事实上目前为止，这是根据这个 FT 就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你看它里面讲到说，这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芜湖市。你看这芜湖的一个岛里面来说，过去都是良田。然后它现在你看，目前为止来说，你看出现一栋一栋的建筑，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呢，根据这个 Financial Times 掌握的就是说，它这里面都是一栋一栋的大资料中心。那你看，连周边的路都已经出来，园区、厂区完全都已经盖好了，路都已经完全出来了。那出来的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要打造这个中国版的这个 Stargate。好，那这打造这个中国版的 Stargate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目前为止来说啊，以 AI 的算力指的是说你有非常多的 AI 晶片，然后组成一个大资料中心。美国掌握了全球3/4，我们上礼拜有讲嘛，美国是绝大多数，中国只有占15%。那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大部分的算力都在西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李强去访问的这个所谓是包括西藏啊，或者说青海那一带的这个资料中心，对，他们现在也要建到这个地方来。那建到这个地方来说，要用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训练上面。但是问题是，好，没有错，赵尔，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建没有错，你可以建外观，问题是里面需要大量的晶片啊。你现在中国晶片来自什么地方？你现在又说，我们要用国产来替代，国产有办法替代吗？国产虚有其表嘛。对啊，国产没办法替代啊，好骗人。再加上什么？你说好，你国产可以替代，问题是今天呢，在整个全网上面，中国全网上面有一个热搜的榜，这热搜榜是什么？浙大教授被留置，持股市值31亿。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中国的一家科技公司，这个浙大教授叫郁发新，然后他被留置调查，出了事嘛。他的公司叫做臻雷科技，也就是说臻雷科技的出了问题。那臻雷科技为什么出问题呢？照我跟大家讲，臻雷科技是中国国家队的铁铮铮的代表。他是93阅兵的代表，他是中国这个未来的这个军事领域晶片的代表。那怎么可能就被查了？就出事了嘛？出事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连中国国家队都出事，那你就知道说，那到底怎么样？连这家晶片公司都有问题的话，那你觉得中国真的有能力生产出可以取代辉达相关的晶片吗？这个他们讲得很大声啊，至少我个人我是不相信的一个状况。世彤，你知道吗？这个臻雷科技一被查之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董事长一被查之后，对，出大事了。你看到？这是他们今天对，马上股价直接往下摔了，对，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中国的人民，中国的股民都嗅到，赶快跑了，这个不能信了。对，好，我们讲这个所谓臻雷科技，它到底是什么呢？那臻雷科技主要是这样，它是这个，你看臻雷科技是中国的报道哦，纯正的阅兵概念股。科技含量拉满，好，那这为什么这样说？它主要做几个东西，一个叫射频的收发晶片，射频的收发晶片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地方，就雷达，你只要发射出这种强的波，都需要这个。所以射频呢，就是把我的讯号加强之后，可以发到更远的地方，这叫做射频晶片。那另外还有什么？微系统的模组，它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发射飞弹。飞弹里面来说，我要有发射出去，我要接收嘛。
就是一个是发射端，一个是接收端，然后另外还有包括说像什么这个终端的这个射频的前端晶片，这个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军事设备。我们就是简单的，譬如说我的红外线的这个所谓的导引系统或什么，很多都可以用。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用在中国的航天。然后包括说像中国的这个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的电子科技集团，还有中国航天科技，还有中国科学院，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主要生产武器的单位嘛。那它主要用在什么？它主要用在生产这个所谓的这个前端射频晶片、高密度的封装微波模组，还有微系统等等。所以它其实是，所以它根本就妥妥的国家队嘛。对，所以我才说它是国家队。你看这一次阅兵的很多东西都有它的产品，所以你看我们看它的股价哦。它股价在前一阵是往上冲，因为为什么？阅兵啊，它阅兵概念，所以它阅兵之前也往上冲。然后阅兵之前的时候，它最高点曾经来到81块这个人民币，就今天爆雷之后，你看它已经一口气跌到60块了。对，所以就说你看股价出现大跌，民众都觉得哎呦啊，这不起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引以为傲的公司为什么出现这样呢？好，结果没想到这个所谓的他们董事长的预发性被查这件事，他就说他们公司还出来讲哦，他们这个真雷科技说啊没有啦，没有跟我们有关啊，我们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相关的机关啊这个任何的调查或是配合这个调查的这个文件啊，我们也不知道说他被留置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哈。那为什么他这个出事的时候呢，真雷科技会大跌呢？因为他持有的股份呢，约莫是21%，所以就是这个人，对，他持了21%，对，就这个人被抓了之后，对，难怪会跌那么多，对，因为你真的被抓到21%怎么办？对，而且也就是说，因为他是实控者，那什么叫实控者呢？这样他等于是最大股东，然后加上说，你看他的研究，他是过去一个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老师，你看他的微波、毫米波的射频元件啊，各方面的都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技术来源。那他出事的话，搞不好整个公司就出大事了嘛。所以现在这个真雷科技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那我们又跟他讲，实际上我们按照过去哦，中国媒体你看这次出事了被爆，大家都踢爆他，但你看他过去，你看 A 股观察。通信的这个卫星通讯的独角兽，毛利98%，堪比茅台，与华为深度合作，国内仅此一家。看错，中国可以干到毛利率90%，对，这家企业超强的，没错，因为为什么？因为射频元件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单价的确是蛮高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般手机里面的射频晶片来说，一颗大概是约莫几十块美金，但你要用在这个飞弹上面，一颗是几百块美金呢，它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你只要研发出来，有客人用的话，那绝对是大暴利。中国媒体怎么报道？你看军工领域对于这个产品性价比要求的更加严格，市场准入的资质还有市场进入的壁垒更高，没有错，因为你要通过很难。那一旦达成合作，就不会轻易供应厂商，因为主持了公司极深的护城河。你看他今年业绩大爆发，对，你看突然之间，去年的时候呢，原本是亏钱的嘛，对不对？今年变成是赚钱的，所以呢，变成从亏钱变成赚钱哦，赚了5亿多，就没想到5亿多的时候，结果你知道兆和这时候呢，他们的董事长在做什么？他们董事长在套现。他一共套现了大概830万股的这个持股3.88%，套现4.4亿人民币。不是，这也太奇怪了。对，我今天是董事长，我们前面花了这么多钱，对，我们砸了这么多钱，我们做研发，等到今年要赚钱了，对，我拿到股份越多，我未来会更好。对，就他在慢慢卖股，所以呢，有鬼啊！有网民就质疑说，你这个是不是做假账还是怎么一回事啊？你要趁高点，因为今年阅兵大典，股价高了之后趁机套现，那是不是因为你套现，你想走，方丈不让你走，把他抓起来调查，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要看紧接下来的这个状况。那这也凸显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中国晶片业过去都有非常多造假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给他说他们怎么造假。因为过去几年，中国是鼓励你发展晶片，就有兆和你成立一个晶片公司，你成立晶片公司的时候，可能地方政府会投资你。那注意，不止地方政府投资，中央我也给你。对，那你研发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搞不好呢，这个还给你补贴。所以等于是说我简单，我成立一家公司，有时候不是为了要生产东西，我是为了要骗补。好，那这骗补，但问题是你能骗得了1-2年，你骗不了太久啊。好，这最近就慢慢爆雷。譬如说有一家公司 TP-Link 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络设备产品的一个大公司。就他现在呢，他就说，我们过去要做一个晶片部门，就说我们现在要研发什么 WiFi 7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晶片的这个技术啊，我们要摆脱国际上对什么高通啊、对联发科等等的依赖。就没想到，他们几年哦，他们从2021年组建的团队。就组建团队之后，就没想到他们完成了2样的这个流片。所谓流片来说，就是我试量产啊。那试量产之后，量产出来就
可能产品的性能太差，对，性能太差之后，就他最近发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的晶片部门全员解散，然后最光补偿 N+3。简单来说就是没法度啦，我们做没对啊，就这样子。然后就这家公司，TP-Link 是中国网络的巨头，连它的晶片公司都做不下去，那你就知道其他当然就更加太惨了吧？对啊，更加狗细沙嘛。你看这还有另外一个叫西人马公司。西人马公司它成立在2027年，它做什么 MEMS 的感测元件。好，什么叫 MEMS 的感测元件？就是未来，譬如说机器人就需要很多 MEMS 的感测元件。哈，就没想到他还说什么？我们主打什么垂直整合 IDM 就是说我从上游到下，从 IC 设计到 IC 制造，我全部自己做。然后他当时还说了，他臭屁得很。他这个聂永忠博士他说拥有100余项的专利。然后该公司在2021年入选中国半导体 MES 10强公司，然后被视为国产替代的希望之一，就没想到没有问题啊。他后来真的是吹很会吹了，但是后来公司就不行了嘛。那西人马的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是透过过度依赖资本还有政策支持，忽视市场的这个开拓性还有商业化能力嘛。结果他就破产了。对，他吹成这样。对，结果。原来它是一个靠补助来生活的公司，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前10强都破产。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9月的时候，9月初，浙江青科半导体的有限公司因为资金断裂，被这个金华市列入所谓破产清算。你看这也破产，这是一个这个青科公司。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上海无声半导体也宣布破产，这都是最近的事哦。你看8月多，然后这是9月多，那这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哦。你看一口气4家公司爆雷。好。那这个生物科技，无声科技是做什么呢？他居然要说打造世界一流垂直整合一体化的 IC 基体电路，也就是说，他要做 Intel 啦，他做 Intel， 就做 Intel，Intel 现在本身都摇摇欲坠，现在根本不可能，你还做得出 Intel？ 就你知道吗？他当年呢管理的时候，他拿了多少钱来了？他当时拿了大概约莫是这个180亿人民币哦，180亿人民币折合新台币是多少？765亿哦，对，就没想好，我说我要打造这个状况，他原本要拿这么多，然后后来是拿了这个100亿人民币嘛哈，原本预计要这个资本额要180亿，后来拿了100亿，还是很多啊，对，还是很多。然后100亿之后，结果没想到造了，他破产的时候剩下多少钱呢？破产剩下1100块，不是，只剩台币4600，从100亿变成是1100块，那你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所以很早，他就是已经资金完全断裂，所以你看。9月初就有大约4家公司，所以我就讲，这个中国的半导体真的搞得下去吗？你真的搞得下去吗？好，那么讲，实际上我们再讲一个去年的例子，我们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会有这个慕尼黑电子展，那慕尼黑电子展的时候，它就展出非常多这个基体电路的公司。那在去年的11月底的这个基体电路公司来说的话，大概有16个展区，然后有3600个这个厂商这个到此参加。台湾我们去年也非常多参加，我们都是被摆在中间的位置。对，就在中国馆在哪里？中国馆在这边。对，也就是最角落。你看这个大门进来，然后摆在最后面嘛，就表示你没有那么重要嘛，那基本上很多中国的这个网友或中国的这个博主啊，他们叫博主嘛，他们就到中国馆去拍。那你看，这就是中国馆的，这个很多人，对，你看300多家吧。China， 对，你看它那个上面的这个旗帜是写 China。对，那 China 的话，你看门可罗雀啊，根本就没人来啊。你看他就说有商家，但一个客人都没有。你看他就说我在德国慕尼黑这样拍下去的时候，对，这地方来说都没有。然后他又说什么？这叫做死亡之馆。死亡之馆，这是中国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博主自己讲的哦。店员比客人还要来得多，所以你知道这很糗嘛？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错，你想要往国外去打开这个市场，但是国外市场来说，对你的评价并不高。连在慕尼黑，德国算是欧洲对这个中国比较友善，他把它摆到旁边去，所以显见中国啊，你这个半导体要走出去更很难呐。好，那除了他这个真的从过去的例子跟最近持续暴雷之外，我们再讲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目前为止中国最重要的半导体的这个专家之一，他是中微半导体的这个创办人，叫尹志尧。那中微半导体是目前为止中国算是数1数2的国际的半导体的这个所谓公司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担任美国应材啦、范林啦，还有 Intel 等等之类，所以等于是国外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到中国去创了这个中微半导体。然后呢，他前一阵子呢，你看他对中国很忠心，他原本有美国籍哦，对，他放弃美国籍，说我就是要中国就对了。川普当时不是说你要在中国籍跟美国籍选一个，他就选了中国籍。好，选了中国籍的时候，就没有他最近在2025年的机体电路创新发表大会里面来说，他讲什么？
他讲说，半导体设备产业链共同完成的这个共识是什么？他说内卷无赢家，所以他就说嘛，我们中国内卷的太厉害了，他就直接讲，他讲什么？他讲说目前为止中国的问题，第一个技术窃盗跟拿来主义泛滥。什么叫技术窃盗呢？就是说，我跟你合作，对不对？假设你是我的合作公司，就我居然把你的东西拿来逆向工程啊，解剖式的研究、逆向工程复制，然后还盗取设计图纸、工艺配方，还有软体代码等等核心技术，能让他怎么办？他们就是严重的侵犯智慧财产权。再来就人才，因为很多公司，我跟他讲嘛，你现在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什么？要骗补。那骗补的时候，我要找到最好的人才，要说服大家。譬如说，我找到张兆和，张兆和是什么 IC 设计人才的这个顶尖，我就把你找来嘛。那找来之后，我就可以吹说，我们公司有这个张兆和，这个很厉害。那我就用10倍的薪水挖你过来嘛。所以呢，用高于市场的这个价格30到50倍，这比你刚刚讲的还要多。对，10倍不够。对，50倍。对，那我就挖你来嘛。反正我要骗补嘛，我骗补就是这个我的人才越多越好嘛。反正就挖这么多好，然后再来就是过分垂直整合。什么叫过分垂直整合？我们就讲，正好你知道吗？美国现在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很多人都说，我们台积电这么强，我们干嘛要听美国的？美国都没有对我们拿成怎样？但是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整个 IC 产业不是垂直整合，大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对，比如说台积电在 IC 代工很厉害，那在这个很多 IC 设计有很多公司，那设备有很多公司，材料有很多公司，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封装测试也很多公司。大家都是只能做一个小块一个小块，但是中国就要过分垂直整合。什么过分垂直整合？我全部都要了啊，那就是没办法啊。他就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晶片这个制造组所谓研发还有关键零部件的垂直整合，本质上就构成了不公平的这个竞争。中国的中央习近平或是很多人，他对晶片根本是一知半解。对，那你既然中央态度就是反正我让你野蛮生长，所以他们就是无序的野蛮生长。但其实这样呢，会造成什么资源无端的浪费，这样反而是对中国的科技产业或是半导体发展更加不利。所以才说嘛，回到一开始，虽然没有错，习近平满怀这个雄心壮志，说你川普我马被爱，你有经济之门，我马被爱经济之门。可是问题是，你盖出了厂房，盖出了那些东西之后，里面你需要那些 IC 呢？你需要那些内容呢？你要从哪里来？从中国这个 IC 产业这样的骗补的这个状况，你就知道说难度其实相当大。宇轩，我们刚刚讲中国真的是太卷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尹志尧，他特别提醒说不要再卷下去了。除了晶片不要卷，你电动车你也不要再卷下去了。我们讲到电动车，我们讲到比亚迪，比亚迪我们最近已经讨论非常多，大家都说比亚迪到底会不会倒，到底能不能再继续冲下去？结果有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人是我们股海的明灯，叫做巴菲特。没有想到，巴菲特在今年，他原本持股比亚迪非常多的股份哦，卖，在今年全部都卖掉了。所以巴菲特现在已经将比亚迪清仓大拍卖，已经完全的脱手。那比亚迪怎么办？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事实上当时巴菲特当年买的时候买的非常便宜，他只买了8块港币。那你知道比亚迪在一路的水涨船高，在声势最浩大的时候，号称电动车界的龙头的时候呢，其实涨到331块。换言之，当中的价差有40倍之多，所以理论上来讲，巴菲特是比亚迪最大的赢家，他投资绝对这个眼光很精准啊，赚翻了。对，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事实上，比亚迪早就已经嗅到了我们讲的这个巴菲特认为说有内卷的味道，所以呢，分别分批卖出了高达我们讲尽快14次、15次、16次，换言之是卖了10几次之后。他是慢慢卖，才把这个比亚迪完全的脱手。事实上，他财报里面有透露出一个很大的隐忧。他抛售，你看这是波克家抛售的哈，从这边一路抛售。他最大的隐忧是什么？第一个，他的财务它有很大的猫腻在里面。这个财务的猫腻是呢，当你今天看到的是它的获利减少，看到的是它营收维持，但实际上它很多都是用延迟给付。或者是用票券的方式呢，换言之，要么是借钱，要么是压榨厂商，要么是压榨供应链，要么是压榨自己的员工，所以它的数字根本不真实，是越跟谁越来越像，跟恒大真的假的越来越像，因为现在在吹泡泡嘛，要把那个泡泡最后面在破之前再跟一下，下一个恒大就是比亚迪。对，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丧事喜办，现在比亚迪就跟你玩这一套，跟你说 no， 我们做的非常好，来。最新我们之前我们讲的仰望 U9， 对不对？它现在多了一个叫 U9X， 也是 U9 Action 是什么呢？代表说我们讲极致限量版，全球限量30台，而且是我们讲极致享受。那照我心想那你这个车做再好，卖30台就得了财务吗？但没有嘛，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跟你讲它多厉害，第一个
世界第一等的超跑，什么兰博基尼啦，什么法拉利啦，什么杜卡迪啦，去后面排队，最高时速496.22，的假的也太厉害了吧！真的，来我们来就是这一台，跑出6分59秒157这样的一个我们成绩，等于说非常非常快。那为什么他们说这个赛道这么了不起？因为纽柏林这个赛道它是在树林里面，有177个那种高难度的弯道，换言之，对它的刹车、对它的动力、对它的一切要求的非常高。所以你比亚迪他说我可以跑出这个成绩，代表我很厉害啊！跑进7分钟是什么？代表说你进到了这个我们讲顶级超跑俱乐部。比亚迪觉得说，我终于进到了这个所谓的俱乐部里面去了，我是跟保时捷、跟兰博基尼是一样的啊。对啊，那问题是你的价格不会卖的那样啊，你的行销跟你的整体策略。所以我讲他做这个东西都北撩缸呀。就我问一件事情好了，兰博基尼今天会不会跟你比亚迪拼说，我做出一台8万块的车子？这对兰博基尼有什么帮助？对，重点在这边嘛。所以你看，来要面对现实喽。2025年销量目标，他把它调降16%。为什么要把它调成16%？因为理由很简单哦，因为现在已经过半年了嘛。他们原本的目标哈，他们其实有在逐步的调整滚动式，等于是浮动汇率。原本他们的目标呢，如果按照原本去计算的话呢，它的达成率很低，它达成率可能只有51%。所以他为了要把它的销量达成率呢，能够达到至少60%以上呢，能够把这个数字往上调，所以呢，他刻意的把这个目标给下调。那下调之后，你看460万，这个是他所谓的半年销量的数字哈，那就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他原本的目标是550万嘛，对不对？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把它下调之后，变成就是说，哦，至少我达标的几率比较高，这个财务报表就不会那么丑。但问题是什么啊？问题是当他这样内卷的时候哦。很多零件厂哦，没看起。你想想看，它下调对不对？它价格是不是也给你下修？对。但是这些零件厂商呢，都是全部中国他们自己本土的哦。那他可能要去支应到包括海外的以及本土相关的市场，但全部都是中国供应链。所以当你今天要调降金额的时候，因为你的成本你要降，我零件厂也要帮忙你。结果你下修。也是赔到我啊！对，而且他现在冤大头嘞！而且他现在目标主力都放在海外，那变成说还是要由中国这些厂商做指引。那你放到海外的时候，问题是你要去抢这些市场，那抢这些市场之后，你势必有一波价格战，一些红海策略，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在杀去的时候，等于说，你看他这个厂商讲了哈，很多车用零件的自产哦，那过度打压价格，导致越来越多不愿意配合。但你要布局到海外，那我前面造了武工厂是不是也要配合你去迁移到海外？因为他们都是说超级工厂啊。那迁到海外之后，我是不是成本会增加？但你价格一样跟我压，那我这样跟你怎么搞？我跟你赔你低压力搞，我被你搞死了。但问题是我不配合你，也没搞头啊。但你知道更离奇的是什么吗？他们现在内卷哦，已经内卷出新花样了，玩出新高度啊！怎么个玩法呢？就是要想出一些新的搞头。比如说呢，像这一台车子哦，你知道它厉害在哪里吗？他跟你讲。当我车子如果热就是这一台，它可以把电池直接弹出来。对，他说我一旦失控的时候，你们现在都讲说会爆炸、会锁死，对不对？我就直接弹射啊，我可以弹3到6公尺远。那这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哦？啊，如果你开在路上哦，开到一半，对不对？那你车子开始燃烧了，那电池弹出来了。那请问一下，它这个方向弹过去会弹到哪里？你知道吗？旁边的车啊，对，旁边的车子会被你炸得底朝天哦。所以西斗玉博西冰斗，那你其他车子被你炸了，你是不用赔钱，是不是啊？人命没了，你是不用坐牢，是不是啊？那到时候如果弹出去的害死人的话呢，到底算谁的啊？是算这个汽车厂商的，还是算你驾驶的？那你看啊，它还有发了什么？我们同时呢，现在呢有陆电航模，包括我们的方程式豹8运动型。再有一台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每小时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汽车上方飞行，它可以去监控了哦。所以有这个无人机啊，我想说你专心把车子做好就好，好不好？你不要弄这么复杂，等下大疆呢跟跑来车找你吵架。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台哦，叫做比亚迪售价168万的仰望 U9， 大家还记不记得 U9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最炫炮的是什么？它可以跳舞，对，它可以好帅，好帅，仰望 U9 跳舞没人能比啊，它可以跳舞。但是呢 U9 还有别的功能哦，你知道可以干嘛吗？它不只可以跳舞，它还可以跳起来啊！你现在看到，比如开在路上啊，开一开啊，它跟你讲说，如果遇到坑洞的时候，你跳起来了，跳起来了，不是这有必要吗？有水。跳起来了，所以他就看到地上有一个水洼，他就跳起来，可能怕说那个水如果这样卷会喷到他的车底。但是那个外国的这些分析师啊，比如说我们讲 Costco， 他就跟你讲说，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meaningless， 完全没有意义。他说这个让人家很绝望，你就觉得比亚迪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谁需要这种技能？因为你遇到路障你也跳不过去，你如果大型的坑洞的话，你这样跳了，搞不好会出事情。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功能。包括他们的吉利汽车也一样，他坐货车，你知道货车他做什么吗？他做吊床。我跟你讲说，我后座极客的品牌。可以这个豪华小货车，第一个货车需要豪华吗？你要先确定这件事情。对，人家就是工作才用货车。在第二面放吊床，我跟你讲，哪一个老板会去买这台车子，跟你讲说，员工啊，你开车开不要危险驾驶，累的时候就去后面的豪华床铺给睡他个一顿。这到底为什么把这些点子都用在这个上面啊？对我讲这根本没有任何，这也太卷了吧？没有任何老板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一直讲说电动车要 cost down，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讲比亚迪 cost down 嘛，那 cost dow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他的员工现在工程师薪水也一直砍，因为他们的数量大概有13万人，13万人等于说其实13万人，等于说欧美的10倍之多。但问题是他们的薪水呢只有1/10不到，一个月月薪大概不到2万块。那你想想看这种价格，然后呢他的公寓租金可能就2500。然后他还去开发，等于就是说把这些人变得像小奴隶一样，住在廉价的宿舍里面呢，领着低微的薪水。所以，但是为什么政府不能让他倒？养这么多人，但这些薪水即便在微薄，它也是让他们可以养家活口的这个我们讲的生计。如果说当比亚迪真的倒掉的话，那这所有的人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失业分子，会造成中国多大的隐忧？国正，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中美对抗，我绝对是不能够退的。结果没有想到，我刚刚讲星际之门，你有我也要有。结果说什么？大家觉得说你到底是要搞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搞到最后，你根本没搞出来什么嘛。而现在等于是习近平他最大敌人川普，等于是把他完完全全咬着打、追着打。你说第一通电话2人通话，稀土拿到；第2通电话 ，TikTok 也拿到。习近平什么都没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变成川普实境秀的演员之一，完全配合川普在演。他是实境秀的演员，所以他根本就是秀，在安排一场实境秀，让习近平当他的演员。其实川普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那不是打关税战吗？那时候全世界都要关注双方把关税加到多少嘛，50%、100%、145%、200多%，以及我们都忘记加到几%了。结果后来双方通电话的时候，习近平不是说那就降下来，结果就把稀土让给了本来禁运嘛，中国禁运稀土到美国，现在还不是让给他？而且川普透过这件事情，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是，美国五角大厦就入股了叫 MP Materials 公司，美国就自己去搞稀土了，然后还入股了15%。接下来五角大厦愿意花2倍的价格去买稀土，等于川普这场战役拿到了稀土，也让美国投资了稀土，所以整个过程中，习近平变成是配合川普在演出的一个实境线有演员。接下来第2次，我们双方要看了，双方科技战不是又打了一团闹吗？其实川普从头到尾这次通话，他早已经设计好了，通话前打好算盘，所以他不只会打电话，也会打算盘。他其实就是要 TikTok 的经营权。那这一次通电话也是让了。那川普马上就公布说，其实 TikTok 他早已经讲好谁要买的，他这次马上透过他早就讲好了。对，等于习近平其实虽然不愿意配合他，还不是演他了。接下来为了这一次他让步的理由是什么？接下来10月双方会见面嘛，所以接下来美国可能会让他同意关税谈判，从此尘埃落定嘛。可是为了尘埃落定，还不是要配合他演出，所以 TikTok 卖给谁？现在川普自己透过福斯电视台公布，就是梅朵，还有 Oracle。艾利森还有戴尔，其实这几个人都是谁？都是美国保守派，都是川油，所以川普说他们就是美国的爱国者，就是未来就是像福斯电视台，我们看到经常就是替川普传声筒，就被认为是川普最主要的电视台。抖音变成什么？不只是变成美抖音，还变成川抖音，就变成是美国保守派的 TikTok。所以等于第1通就要加第2通，尤其是第2通，所谓的抖音，感觉是梅朵来买，甚至甲骨文来买，甚至戴尔来买，没有。最后都是指向川普，最后是川普他自己全部掌握的。对，变成这个抖音 TikTok 以后是替谁在宣传，我们就可以想象未来被梅朵家族买之后，不就是一个所谓的网络版的福斯电视台吗？其实最后受益者还不是川普，所以每次打电话，川普就是在演一场实境秀，习近平就是个演员。我们现在都知道 H1B 的签证现在从$1000要调到$100,000，但是川普是怎么让全世界知道说这笔钱你
非付不可。这笔钱，川普是玩真的，他怎么做了？我们都知道，前几天他不是动员了乔治亚警方去扫荡韩国现代车厂吗？去扫荡的时候，几百个警探一早出门去扫荡车厂的时候，整个韩国现代车厂吓成一团，有些主管还跑到什么跑的啊？用跑的，不然是跳到污水池里面，或跳到水里，甚至钻到通风管里面，像是在扫荡。你不知道以为是这是在扫毒吗？是在演美国缉毒剧吗？其实他们都是现代汽车的高管很多是重要的官员都是在创造美国经济的。最后甚至有些人还被铁链链起来，我们看到有些人还被铁链链起来，看起来哇，全世界就看起来实境直播你以为在扫荡什么荷枪实弹的去抓这些人？那结果还有300个人怎么样？发生什么事？还被关在监狱里面，跟重犯关在一起，没有冷气，没有热水可以洗，全部都吓坏了。可是川普借由这件事情告诉什么？其实 H1B 不是你说要就要了，要拍卖。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是什么？他根本是为了 H1B 拍广告用的。对，抓现代那个画面根本就是拍广告。跟大家讲 H1B 多么重要。所以不止习近平是实境秀的演员，连整个现代车厂这475个人，他们都是演员，都全部是演员。我们都全部都是观众，我们都认识一件事情。以后到美国工作你不能让你拿观光签证你美国是玩真的你到时候钻到通风口、跳到污水池，美国还是照样抓到你。结果现在川普一说，以后要进到美国工作 ，H1B 本来是$1000，一口气调到10万美金。人数牵涉太多了，光是印度有28万人，中国有4万多人，菲律宾有5000多人，未来可能会收到100多亿美金。但是很多美国公司，包括 IBM 跟网飞都说什么，这笔钱应该要付啊，因为大家都用了一大堆科技人才，可能不是申请 H1B， 而且申请不到，因为它本来就是抽签制的，所以优先付钱人可以优先抢到人才。所以川普这个实境秀演的成不成功？非常成功。接下来还不止 H1B 他让大家知道移民到美国会被抓的，如果你没有好好乖乖遵守签证，是会被抓的。所以川普本来有个100万叫做美国的川普金卡，现在这一场 H1B 的秀演完之后，他又推出什么500万美金的白金卡，哇，还有500万美金的白金卡的利益比较好，你以后只要在美国住270天。非美国的收入就不用在美国缴税了，你等于拥有美国的公民的权利，然后住了2/3的时间不用缴非美国的收入，这代表什么？很多中国的富豪或第三世界的富豪，你只要付了500万美金，就得到美国的保护，去住270天，你这些海外收入都不用付了。所以川普这场实境秀的广告价值非常的大，所以他把世界搞成是一个实境秀。再来一场实境秀是跟日本的日铁演了一场实际秀，本来日铁收购美钢都已经是达成协议了，在川普之前用150亿美金收购了，结果现在川普就说什么？他透过卢特尼克说，我要动用黄金股，然后否决是什么？你本来在伊利州有一个工厂，他要关掉了，有800多个人，可能马上就要被遣散了，结果他现在说不行，川普已经说，这个权利我要动用，你不可以关掉这个工厂，以后这些工厂还要继续营运下去。我们都知道，明年2022年就有期中选举，美国很多摇摆州其实就是这些钢铁州，这整个美钢在全美国有13个工厂，就业人口4到7万人，所以这些人如果都能够保住工作机会，甚至日铁帮他创造更多机会的话，等于这些票都保住了，所以川普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把算盘都打好了。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只要能够我选举继续赢，我无所不用其极，你们都是我的演员。所以石破茂曾经跟川普在日铁的事情谈过很多次，所以石破茂要什么？也变成是这场实境秀演员，日铁就变成是让川普获得选票一个工具。再来，我们看我们很熟悉的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我们不是也看过他说，川普在批评他，你跟中国的关系搞不清楚吗？有很多跟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吗？我怀疑你是中国的间谍，把技术传到中国。后来他就在白宫见了陈立武吗？又是一场实际秀。所以后来川普怎样？美国政府就入股了 Intel 10%的股权，接下来又去见杰森，一次又一次的见杰森，杰森这次又入股了 Intel 5%的股权。川普买的时候股票才20块，杰森辉达买的时候25块。公布这些消息之后涨到30块，所以川普一下子赚了1倍。所以你说他厉不厉害？每一件事情都是实境秀，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把算盘打完了，打电话之前已经想好怎么样去陷害习近平。廷尉，
我们只能说，川普真的也太会了吧！所有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演员了，然后结果都一步往他所谓的剧里面走。结果现在他的好朋友以色列纳坦雅胡也最懂川普了。你要演戏，我来陪你演，就要出了一招。他竟然把中国在以色列有至少10万人，这一些劳工通通都赶走。中国真的麻烦大嘞！对我说，最近的中国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哦。我用2个字非常的原因哦，是因为现在发现到一件事情哦，9月19号的时候，中国在以色列工人将近有10万人哦，结果他们工人呢要去建筑地的时候呢，被警察全部拦住了，说你们不能进工地。为什么不能进工地呢？因为接下来来讲的话，以色列政府准备要把中国的工人全部驱逐出境，全部把他送回到中国。太吓人了吧！甚至于说，在今年年底以前要全部送完。还有一件事情，现在要申请所有到以色列去工作的中国劳工，全部签证就被取消，而且不能申请。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以色列跟中国来讲的话，已经翻脸了。为什么翻脸呢？其实呢，当然纳塔雅胡也在执行川普的政策，但是纳塔雅胡最近讲了一句话，非常让中国大使馆非常不开心了。什么话呢？他在接见，因为最近来讲，9月15号 ，Rubio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 ，Rubio。率了250名的这个所谓的州议员的这个代表团呢，到了这个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呢，纳塔雅胡在这个会场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现在呢，我们不是被孤立而已，我们现在呢，整个来讲的话是被所谓的围困。什么叫围困？他说有2个国家正在围困我们，而且这2个国家在运用你们西方的社群软体或者是西方的媒体呢，来进行围困一个叫做中国，一个叫做卡达。所以他告诉了这个全世界说，原来你们是躲在跟伊朗背后的势力是有关的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卡达。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以色列呢把你们可能就把视为是敌人的概念，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传出什么消息，你知道，就是以色列可能会跟台湾建交。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消息哦。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民调指出以色列人民从加沙这个事情以来54%的以色列人非常讨厌中国人，当中来讲又有12%的把中国视为是敌人，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中国跟以色列关系就有点微妙的变化。今年5月的时候，更扯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中国外交人员跟着欧盟的外交人员在那个所谓约旦河西岸的时候，在那边进行视察考察，因为那个地方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嘛。结果你知道以色列的军人对空鸣枪，要求这些外交人员离开现场。也就是说，这么凶哦？对，很凶那你如果说直接对空鸣枪的，你如果枪支直接指向中国外交官，直接把中国外交官打死，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引起这个全世界的觉得说，以色列怎么那么强硬？为什么中国惹你什么事情了？原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国是挺巴勒斯坦的，不是吗？对，他们提出什么两国方案吗？最近来讲的话，这巴勒斯坦事情也是很多国家都承认它是个国家，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以色列针对中国在全世界。整个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你在包抄以色列，你跟以色列来讲来者不善，所以也就衍生出现在跟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非常不好。最近来讲的话，以色列又有一个代表团，他是一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友台的小组的成员，他也跑到台湾来，也见了赖清德总统。所以呢，中国马上外交部又开始骂这个说你们窜访台湾怎么之类的那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什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讲一大堆这个东西。但是显然一件事情现在以色列朝野来讲的话，已经对中国恨之入骨第一个，你可能支持这些恐怖分子，所以他认为说，我今天来讲的话，中国可能围堵以色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纳塔雅胡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个动作，就是先选边站了，也就是说，我先站在川普这一边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际上有几个重要的国家，他们的做法。就像是什么？就像这个我们讲不能生马前卒但是这个春江这个水暖鸭先知的概念对，这个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敢对中国这样的话，他底气从哪里来？当然从川普这个地方来嘛。所以纳塔雅胡是川普的好朋友，同样的，纳塔雅胡现在所的表现就是川普的意志的表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